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世界科幻巨著《龙蛋》第2集，作者罗伯特·福沃德。当皮埃尔成为龙蛋探索小组的首席科学家时，有些人私下说是靠关系，可那些私下不满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发奋努力。皮埃尔一直觉得母亲没有获得科学界足够的承认，他一直都想更正这个错误的认定。于是他成为了中子星物理学方面全球最顶尖的学家，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雅克琳娜的儿子有怎样的成就。人类亲自考察中子星的计划正式启动。该项目的第一步便是制造平衡中子星引力的平准星体。根据计算，需要制造6个这样的星体进入龙蛋的轨道，而且这6个星体相互吸引，也免去了被撕裂的厄运。当6个平准星体完成之后，人类的考察飞船才能近距离观察龙蛋星。而这一切的开端便是将普通小行星改造成平准星体。距离考察队去龙蛋的6个月之前，自动探测飞船就开始工作了。他们是圣乔治号派过去打前站的，为了让人类能近距离观察中子星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。自从在中子星周围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小行星后，探索的工作便有序展开了。这些工作已经无需人类干预，靠机器大脑就能完成。最大的探测飞船其实是一座自动化工厂，它只生产一种超乎寻常的产品——磁单极子。探测飞船原本就搭载了少量的磁单极子，这些不是为了生产，而是工厂运转所需的种子材料。工厂探测飞船的目的地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大型镍铁小行星。这颗小行星在旅途中被中子星的强大磁场拖慢了脚步，进而被中子星捕捉。工厂探测飞船会着手准备场地，与此同时，其他探测飞船则开始储备磁单极子工厂运转所需的电能。能量的需求量实在太大，让工厂探测飞船将燃料从地球带过去，明显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所需的能量等级超过了人类所在地球、殖民星、月球、火星、小行星和所有科学基地发电厂发电量的总和。虽说所需的电能超出了太阳系内人类设施的供应能力，但这仅仅是因为人类手头缺少合适的能量源罢了。但在龙蛋这里，既不需要太阳能芯片，也不需要热力机，因为中子星高度磁化，快速旋转，它能同时充当能量源与发电机的转子，只需一些线圈就能把这个旋转磁场的能量转化成电流。那些较小的探测飞船的任务就是铺设电缆，这项工作始于他们的工厂，再将一条又细又长的电缆铺成一个大圆圈，把整个中子星包在里头，同时又与中子星拉开了安全的距离，这样才能在需要电力的几个月里保持稳定。总共需要10亿公里长的电缆，所以这种电缆材质必须非常特殊才行。铺设的电缆是一捆捆超导聚合线。虽说中子星附近温度极高，这种电缆却并不需要降温以保持超导性。电缆越铺越长，并开始对中子星的磁力线产生反应。磁力线抽打着电缆，每秒10次，分别从中子星东西方放出正负磁场。每次磁场经过，电流都会在电缆中涌动，并作为过剩电荷积累在探测飞船里。之后，将小行星改造成平准星体的计划正式启动。高强度的交变磁场在高能量状态下来回击打种子磁单极子，令其穿越一块致密物质。越来越多的磁单极子被倾泻入小行星的中心，构成小行星的物质原本是因充满轻盈电子的普通物质，这时就变成了致密的磁单体。最初的原子核还在，但现在有了轨道内围绕其转动的磁单极子，于是密度增加到接近中子星密度的水平。当小行星中被转换的物质总量逐渐提升，被压缩的物质形成的重力场也逐渐增强。重力场很快加入到这一进程中，原子刚刚被部分转化成磁单体，
重力场就把原子周围的电子轨道挤压到核尺寸。等为期1月的转化完成，直径250公里的小行星就变成了直径100米的球体，它的内核是磁单体，地幔是白矮星密度的简并物质，发热发光的地壳则是部分坍塌的正常物质。第一颗小行星完成变形后，工厂就着手转换下一个，这样的进程多次重复后，终于有了8颗致密小行星环绕中子星旋转，2颗较大，另外6颗较小。这8颗致密小行星的其中2颗较大的会用引导飞船拉到合适位置，来确定龙蛋的远日点和近日点。另外6颗最终会进行一次变轨，进入龙蛋周围，用以抵抗龙蛋强大的潮汐力。它们一面绕中子星旋转，一面又绕着彼此缓缓起舞。不久后，星际方舟圣乔治号进入了轨道，围绕自转的中子星旋转。圣乔治号的轨道半径是10万公里，周期为13分钟。科学小组启动了科研项目，以后他们会搭乘屠龙号下到距离中子星仅400公里处，那时获得的数据自然更佳，但现在也仍然可以用远程望远镜进行初步探测。飞船上的科学家对龙蛋上的活火山各项数据进行了研究，火山生死的详细历史当然值得密切关注。要是走运，也许地壳里堆积的物质会变得十分庞大，最后在圣乔治号停留期间造成星震，那应该会让整颗星星颤抖，而他们或许能借此了解龙蛋内部的谐振模式，并对其内层的厚度和密度建立更准确的计算机模型。通过计算机控制的2颗稍大的行星的运行，他们成功规划出一个很扁的椭圆轨道，其远日点靠近圣乔治号的10万公里圆形轨道，近日点则刚好位于龙蛋上方400公里。人类的电梯已经准备就绪，皮埃尔走到控制台前，让圆形的屠龙号旋转起来，舷窗对准他们，很快就将近距离绕行的中子星。皮埃尔对成员们说，全体都有，进入高重力防护罐。重力防护罐是环绕在屠龙号周围的球形罐子的舱，成员们需要穿上潜水服，潜水服内建一组复杂的液压管、压力囊以及呼吸系统。当然，单靠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不同重力场之间的差异，所以防护罐里自带了超声驱动电路，它们会向压电驱动器发出强电流，进而使罐子的不同侧面产生快速变化的压力波，以此抵消重力的影响。皮埃尔将所有的罐子复查一遍，以测万全。因为如果成员的罐子在脱离轨道期间失灵渗水，那么他们的身体就会被变轨星体产生的强大潮汐力撕成碎片，这一点也不夸张。变轨星体会以1万个 G 的拉力拉扯其头和脚，同时还会有5000个 G 的力量挤压其腰部。这可怕的想法让皮埃尔摇了摇头，然后他爬进自己的罐子里，按动按钮，开始下落。飞船迅速开到了最大功率，以抵消重力造成的编辑般的搅动量。落入龙蛋超强重力井的过程只花了2分15秒。坠落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，只有接近中子星的最后几秒钟除外。皮埃尔能感觉到潮汐力对罐子里的水产生的压差，紧接着强烈的身体感受爆发了。在那个瞬间，皮埃尔的头因加速被剧烈拉扯，他耳朵生疼，手和脚被第2、第3批次的潮汐力拉扯，而压电驱动器也将超声波的保护注入包裹他的水中。明亮的变轨星体再次从他的屏幕上闪过，将屠龙号留在6个平准星体的正中心。屠龙号静止不动了，平准星体则围绕中子星和飞船旋转，每秒5次。船员们异常兴奋，屠龙号的成员聚到主控制台甲板上，甲板上有6扇舷窗，所有人望着外面的景色。尽管没有运动的感觉，那感觉却令他们头晕目眩。
它们身处中子星的同步轨道，在这个位置，中子星的重力场为4100万个 G。为了抵消这一拉力，飞船必须每秒绕中子星5圈。幸亏屠龙号被稳定在惯性空间，否则每秒5转的飞船内部产生的离心力就很容易让他们死在这里。他们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息后，开始忙碌了起来。红外和紫外扫描仪都已开启，高分辨率可见光照相机正在持续对东极附近的山地拍照，就连中微子与重力辐射探测器也启动了，以防正巧发生的地震。有的成员在准备激光雷达测绘仪。在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测绘之后，他们在打印的照片上发现了一处类似塌陷的东西。放大仔细看，天哪，这可能是一处建筑。难道这个中子星上存在智慧生物？智慧生物？这不可能！这颗星表面重力是670亿个 G， 温度是8200度，除非它是扁平发亮的饼，完全由中子构成。他们尝试着给龙蛋发送信号下去，万一真的有智慧生命呢？船员们先发送了简单的数字序列，紧接着又发送了一张草图，显示屠龙者号在6颗潮汐平准星体中间，高悬于龙蛋上空。那是一张由点和线构成的图。而随着对龙蛋的进一步探测，获得的数据越来越详细，人类对中子星的了解也越来越多。眼前的景象却让队员们愈发迷惑，在这个重力场无比恐怖的星球上，会有生命存在吗？前方究竟还有怎样的答案在等待着他们呢？